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谈的是泰检冲突，我们怎么也没办法想到泰国真的是杀红了眼，它是大开杀戒。你看到的 F16咻进去之后，它是大轰四发，大杀四方，甚至柬埔寨非常多人根本在上演什么一个大逃亡，而且这不单单只是在边境轰，现在已经进入到内陆去轰，甚至地面部队也全都进去，已经攻到吴哥窟这里了。所以今天这件事情，大家想说泰国怎么会这么的凶？甚至连中国的官媒牛弹琴，他也发表了他的想法。他说什么？他说泰检冲突急转直下，世界3个没想到。他里面第一句话，他觉得柬埔寨人也太可怜了。来，我来念。他说：看着冲天而起的爆炸，看着被摧毁的桥梁跟家园，看着拥挤在车辆上惊恐逃亡的民众，还是不生感慨和唏嘘。但是牛弹琴讲的3个没想到，其实可能要加第4个，因为全世界也没办法想到，你中国制的武器也太烂了吧？为什么烂？我们都知道柬埔寨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甚至他都跟中国去买军武，而且是一条龙式的军武。那你说他是买烂吗？没有，都是现在中国最先进的武器。但是他却被打得稀里哗啦，所以这个没想到也包括了中国，也包括了习近平。我们的武器有到这么烂吗？已经烂到被人家打到片甲不留了吗？所以思聪真的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泰检冲突这样打到最后，最大输家是谁？就是中国，对，就是习近平。这全世界都知道，你的武器就从中国来的。就你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对，没错。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泰国跟缅甸泰国跟柬埔寨2个国家，事实上现在打起来，因为这个领土争议打得越来越凶啊。那就没想到中国的这个牛弹琴啊，这类似他们官媒呢，居然发了一个文章，他说有3个想不到。第一个想不到是没有想到打得这么的猛烈，打得很凶。对，第二个没想到是特朗普也劝不住，川普要劝架也劝不住。第三个没想到是后果这么严重。没有错，后果真的很严重。你看，目前为止柬埔寨的民众大逃亡啊。那你看到这个泰国的 F16进去轰炸，你看这柬埔寨的这个军事基地2个同时被炸翻啊。那柬埔寨目前大桥被炸翻啊，柬埔寨民众真的非常的惊恐，因为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泰国几乎是一面倒的。打了柬埔寨几乎无法还手，那无法还手之后，现在还深入哦。现在不只是在边境哦，他现在已经深入到内陆去，往这个暹粒省有吴哥窟的方向也挺近哦。这大已经挺进了这个柬埔寨境内70公里左右。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对，原本都在边境那边吵吵闹闹。对。这真的杀到里面去了。泰国现在不讲武德，直接用武器这个碾爆你。那你想，他这个中国不是说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吗？对，牛弹琴说后果什么严重呢？后果让大家看到说，原来中国的武器这么的不经大。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在这次双方打的这个里面来说的话，其实泰国跟柬埔寨都有用中国的武器。对，那这次泰国呢是用部分的武器，那柬埔寨是用的全面都是中国的这个装备，一条龙的。对，中国装备就没想到中国装备在美式武器之前呢。完全不经打，被打得一塌糊涂。那你知道，事实上现在泰国最大的损失呢是什么？来自他们用的中国的战车。你想到中国战车跟中国战车什么关系？中国战车自己爆炸，所以我就说，这个中国的武器在这次打完之后呢，我相信全世界可能都对你大打一个问号。对，不只是柬埔寨打不过你这个泰国，而且泰国这个坦克车买中国坦克车还自爆。所以我说严重在什么地方？严重在让大家这次好好来检视中国军武，你现在到底在实战上面来说的话，用的到底是如何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习近平他是完全怎么样？我想不到，怎么会变成我真的最大的输家，竟然是我，而且他看到泰国，你这家伙杀红眼，是 F16下来，我们看到那画面，能够这么精准到，我原本想说他应该是有锁定的地方，但你看。他同时2个地方都锁定，都是精准的给他 KO 了。没错，这是在这个柬埔寨跟泰国这个周边的一个叫班迭棉吉省的2个我们2个建筑物，2个建筑物在泰国这次出动 F16精准打击，他马上一秒就击中2个这个建筑物，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到时候呢，这个所谓这个黑烟漫去之后，你可以看到2个军营几乎是被夷为平地，而且是粉碎的一个状态。那他们不止轰炸这个军营，连什么军事的补给站啊，也给你轰炸下去。所以现在等于是空优方面来说的话，必须说了，这个泰国是碾压柬埔寨。柬埔寨就我所知，因为我算对柬埔寨蛮熟了，他们只有直升机，他们没有这种 F16的战机，根本完全不是同个量级的这个对手啊。对，好，那所以呢，你看现在泰国就用这个空军呢，把你碾压。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大桥。
大小把你炸断，所以这个大小炸断的时候彻底摧毁之后，所以民众为什么要逃亡？因为他们现在的家园已经回不去了，这个桥整个被炸断的一个状况。而且它是第一次炸完之后 ，F16再来一次。对，没错。那我直接把你整个都断掉，连修都不用修了。那很多地方来说都遭遇到，这仙历省附近来说的话，被这个仙历省其实已经蛮靠近这个已经70公里哦，距离边境哦。那你看，这也是被他们这个 F16的战机给你炮轰的一个状况。搞得什么？搞得附近的学生开始很害怕，大家都想要跑啦，学生被撤离啦，或者说家长被撤离的一个状况，他们现在人心惶惶，哎，赶快回家吧，这个作战不能再打了。你看这民众这个小学生赶快跑回家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说，我就说这一次的泰国呢是空军还有海军。他海军也对这个柬埔寨的这个歌约岛上面的这个炮兵展开炮轰哦，所以等于是陆海空这一次的这个它是齐发的。对，那你看泰国现在的他们军方也是每一天都有这个每日战报。那跟你说，你看他们泰国军方人士说，你看啦，我们现在持续往这个暹粒省去挺进，暹粒省在往前挺进的一个状况。那目前为止来说，我们这个作战计划不变，然后我们继续往前推进更扩大的一个局面。而且你看哦，过去它的冲突都是在这里边境，对，结果这是第一次，是。他竟然要杀进去这里面，他们现在等于是师出有名，继续在往前推进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就讲，我们先来看一下纸面上的这个战力。纸面上战力，当然了，泰国跟柬埔寨本来就不是个同一个等级啊。你看，以这个泰国来讲，它空中武器有什么？它空中你看瑞典制的这个 SAB-340的空中预警机，对，你看它的空中预警机，这个根本就完全可以吊打这个所谓的这个柬埔寨嘛。还有 F16美军的 F16，对，还有这个瑞典的这个施救战机，所以它等于有他们武器这个部分来说，柬埔寨就拼不上。但是柬埔寨啊，那另外一个海军它还有一个什么中国制的这个动117的动117的2栖登陆舰在海面上整，这两个部分来说，柬埔寨完全没有拼面。但是呢，在传统武器上面来说，柬埔寨或许有机会跟这个所谓泰国一拼。为什么？你看。因为它有中国制的坦克车，这个 VT4的坦克车，还有这个 SR4的这个火箭炮，这是中国制的。然后还有西方的 Optimus 的卡车炮，还有 T84的坦克车，这等于是说它有中国跟西方的系统，然后这个整套系统呢来对付这个柬埔寨。那这个它当然了，它的这个空军优。海军优，然后陆军来说也略占，它还可以拼一下略占优势哈。那柬埔寨是怎样？柬埔寨他们也有非常多的他们有这种火箭炮可以攻击你，他们有这个中国的这个90B 的他们就叫自走炮，然后另外还有更远端的这个 PHL-03的这个自走，他们也算是自走炮。他们有2种炮，所以2种炮可以对付你啊。对付你来说未必是处于一个劣势的这个状况，但是问题是赵恒啊，他们目前。还用电话指挥，就说打到电话，你这个炮要什么？这个角度多少？角度多少？我在前线，我已经炮都架了，是没错。你还要说，我现在可以射。对，就要给你。人家都已经过来了，对，而且用打电话的方式。好，那打电话方式来说，那这样。而且他们，因为我们泰国有买这个所谓的 ATBQ 的这个36的反炮兵雷达，简单来说就是你发射炮出来之后，对，我就可以知道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我反而可以锁定你，反正可以攻击你。所以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哦。前几天的时候呢，这个洪森呢就说，我们现在前线呢打得那么的紧绷，他就把他爱将爱将叫做陈姓的爱将，他就说好，你来哦。陈春中将哦，对，陈春中将，就是这个，对，这个中将，他就说来，我们呢，现在你都要前线去视察这个相关的这个官兵，给他们鼓舞士气。就没想到他来了之后，他就跑到这个前线来，那双方都在搏火嘛，对不对？就没想到他所在的位置，他说，欢迎这个中将来，我们就开始对泰国炮轰，砰出去，砰出去之后没多久之后，他们自己砰爆炸。被秒杀了，因为为什么？我不是说吗？他发射飞弹之后，人家就追踪到他嘛。反炮兵雷达，追踪到你，我就知道你在那个地方，就把你发这个炮弹把你打过去。所以他们原本要欢声说：“我们把炮射出去了，击中泰国的这个边。”就没有，他们还在那边呼出去看着炮的时候，就有一个炮击过来，他们完全就46个人完全炸成肉酱。所以你看，只有46个完全都死了。原本好好的，最后变成这样。对，结果他这个地方，这就是他们军营所在地，完全烂掉了。对，你看 RIP 对不对？然后他的这个葬礼的遗照都出现，然后整个就被炸成这个样子。所以等于是说，你看了，根本就是不是同个量级的对手嘛。所以这一次柬埔寨被打得落花流水，太夸张了，只发一炮，对，把柬埔寨的这种副司令是直接秒杀，中将就把他秒杀掉了。好，那不只是秒杀掉，我就跟他讲，实际上这一次呢，这个泰国的这个
缴获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柬埔寨的这个兵器。那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因为你看这个之前很多画面嘛，柬埔寨用的是什么？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所生产的这个 QBU 的这个10AM 的这个步枪，对，这步枪就是比较老旧的步枪，它就在这个前线上面来说用这样跟你开枪。另外，他还要说什么？他还用这个北方工业制造的这个所谓的 QLZ-87型的这个自动榴弹的这个发射器。所以你看，他们用的都是中国的陆军用的都是中国的这个武器。好，那用了中国的武器的时候，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泰国军方不是一直往前攻占吗？往前攻占的时候，你看他们打下了一个军营、一个军事要地之后，你看都留了大量的枪弹。这样的枪弹，你可以仔细来看哦，这些全部都是什么？都是中式的装备，就是中国制的装备。他们缴获了什么？第5代的 GAM 的这个102LR 的反战车飞弹系统哦。然后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 GAM10系列的这个第5代的这个反战车飞弹哦，第5代事实上是他们比较先进的哦。这个你看，这个射程大概是5到10公里，这是保利科技自铸的出口版哦，红外线的这个导引哦，然后破坏装甲的威力高1公尺，1公尺的这个装甲可以被它破坏掉哦。然后每枚重52公斤，还有北方工业啦，什么 PF86的这个反战车火箭筒啦，还有 GAM120LR 的反装甲飞弹啊，他说全部都是 Made in China。而且松哥，你知道吗？这里面最尴尬是什么？他慢慢推进，对结果他一直收获，想说，哎，非常好啊，我就拿这个去炸你就好啦。是，现在泰国说什么？这些你看到，通通不要，对，我不敢用了。为什么不敢用呢？这主要就是从泰国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开始，因为它缴获都是一些所谓的北方工业的东西嘛，但那北方工业到底能不能用呢？不知道嘛，哈。那我们要讲，现在我就是说，现在不是打下去之后，发现到说柬埔寨的实力根本是好像纸糊了一样。对。那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作战的时候，你看这是中方的报道，你看3发3中，柬埔寨的中式武器硬扛这个泰国。12月12号哦，对，刚开始很热的时候，对，刚开始打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柬埔寨发了3枚飞弹，他就说，你看我们有3枚火箭弹啊，长空这个冲破长空啦。精准的命中一个哨所，3发3中，然后泰国边境的这个哨所瞬间夷为平地，因为它有中国制的杀手锏呐！哇塞！对，那他为什么3个杀手锏？他还讲了什么？他说，你看他有引进这个发射出去的叫做这个 PJL034的这个多管火箭，对，它为什么能够连续击中？好，那因为我们还有这个 CW 系列的无人机。然后还有北斗卫星，就北斗卫星呢，它可以在上面导引的。你看为什么多管火箭能够打得这么精准？为什么无人机可以这样子？而且我们有中国的这个，所以它等于是说，它有了我们中国一站式的这个解决方案呐。它是一条龙的，是从卫星到无人机到火箭的指引。对，那你看它都吹，你看，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性价比高，相较于欧美装备动辄上亿的单价，中国装备价格亲民啊，交付快，维护简单。那柬埔寨买得起。用得起，修得起，他吹很大，这一段我一定要念给大家听。对，让小国也能够构建真、打、控、防的闭环。对，我们不依附、不屈服，也不轻易开战的自主防卫之路。对，所以你看他讲吹成这个样子啊，人家柬埔寨，我们都以为很烂。他是用6.5亿美元的军费去买的，这么多，买了这一套系统。对啊，就这套系统，然后现在被打成这个好像纸糊的一样，这个整个完全都完蛋，所以现在就显得非常尴尬。那我们刚刚不是说他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嘛？对，大量武器现在就是泰国军方整个进去接收你大量的武器啊，看你这个到底是多厉害。好，那我就讲。那中国吹成这样，那为什么泰国不用呢？对，我刚才不是说泰国在这一次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伤亡事件吗？有3个军人呢，他们居然受伤了。对，那为什么受伤？柬埔寨这么凶？没有，跟柬埔寨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呢？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他们的坦克车。对，他们坦克车被轰了。对，没有，不是被轰了。他们在一直不断的开炮之后，他们的炮塔自己爆掉了，膛炸，对，膛炸爆掉了。对，那为什么这样？那大家想说，这是什么坦克？这原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VT4的这个中国的坦克。这个坦克是这个泰国很少买来的中国的这个坦克哦，那为什么会爆炸膛爆呢？因为他就说，我们这个坦克车呢，在5、6天里面发了200枚的这个炮弹啊，所以太过严重了。对，然后你知道这次爆炸之后，如果爆炸是整个这个所谓炮管坏掉就算了，
它的主炮的这个火控的瞄准系统，还有雷达系统，完全就遭到破坏，所以等于是没法用了。然后就有坦克车里面居然有3个人受伤，不是有没有搞错？这一台中国怎么吹它？对，他说什么？这是我们中国的陆战之王，是没错。结果你这烧掉之外，你火控你也坏掉，是雷射警报你也坏掉了。对，那你看，这就是他们之前吹的啊。哦，我们这个 VT4的坦克这么厉害啊，但是他说现实面上说被炸得完全乱七八糟的一个状况。好，那我跟他讲，他们中国也吹过这个东西。你看，这是12月16号啊，那泰国军人称赞中国坦克，然后是柬埔寨战场最强武器，实战表现卓越。他说什么？VT4坦克在实战中的表现，尤其是单车连发超过200发炮弹，展示了其卓越的耐用性，赢得了前线士兵的这个认可啊！所以他说太厉害了。就照你知道吗？他说他发了200发，对，200发就爆炸了。所以我就讲，如果5、6天200发的话，一天我们给他算下来，大概发40发，40发一朵洞没掉，它就爆掉了。好，那我们讲，那我们来对比哦，他如果真能发200发，那到底是有没有很厉害？我们用美军的 M1A2，他就说了，我们最建议是每天发37发了。然后，但是呢，如果真的要发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就说一天可以发到最高可以发到78发，高烈度一天78发，对，然后中烈度55发，对，然后低烈度一天34发，所以了不起，它就是来到他们的低烈度。对，哎，人家美国可以顶多给你中烈度，对，人家55发，对。结果他的炮管都好的，结果你一天40发就爆了，整个膛炸。所以我就说这个谁敢用啊？这个水准差很多嘛，对，所以我才说为什么这个泰国缴纳那么多的武器，他未必敢。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大家不要以为说，做坦克很容易，没有，坦克其实很难的。第一个，它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塔台，你要这个精准的对位很困难。第二个是什么？它里面的炮管，我们不要以为里面的炮管是这个圆形，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它要增圆，但是里面它要刻出一些相关的这个锻造的这个相关的，譬如说你要拉销啦，还有锻造啦，然后内部还要研磨，还有严格的质量控制，还有譬如说你要检验里面的精确度非常多，所以你炮弹要非常的这个飞出去的要稳定嘛，对，而且你要耐高温，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你炮弹击出去了，它里面有非常大的压力，对，温度也非常高，你要耐得住。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过日本的这个炮管做得非常好吗？那我就讲中国显然是没办法嘛。这炮管怎么做？这才是专业。对啊，这是一个工匠精神。对啊，你很便宜没有错啊，问题是200发以后就自己炸掉，那干嘛买你的东西呢？所以好，这个坦克车看来是不行。好。那你知道 VT4的坦克事实上不是第一次出包哦，你看它在2024年的航海的珠海的航展里面，它原本要爬坡，我知道这个画面，对，糗大了。原本要爬坡起火，就爬上去的时候，就停住了，没力了，对，就没力了，然后就没想，你看就这样子。大哥，你要上去啊！对，原本他是说他要展示，你看一台车就展示，他原本要展示说，你看我们这个 VT4坦克呢是非常好的，结果你看2台就有1台出包，所以他想说，你这个。良率好像也太差了嘛，好，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一次的泰国的最大损失就是 VT4坦克的膛炸，就造成了泰国3名的这个冠士兵的这个伤亡，好，然后我们就讲，事实上我们就说这次很多中国的武器都是来自北方工业集团，好，那北方工业集团我们就讲。我们就说，其实中国的这个兵力到底怎么样，就有点让人家想起当年的北洋军阀。对，北洋的兵法，北洋的这个海军呢，他要跟日本一打的时候，我都很厉害，都船舰每一台都比你对位更大，但一打下去，里面有非常多贪污腐败的这个状况。现在中国就有点类似这样。你看为什么？你看，这是这个兵器集团所属的哈尔滨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夏斌接受纪律这个调查的这个状况，就你看旗下公司。被人家调查，这是北方工业集团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振华石油，振华石油也是北方工业集团下面公司的这个一个子公司，他们都被调查。你看每一个分公司的高管都被调查，对，他们原本就已经存在这种问题，结果柬埔寨这件事情打完之后，完蛋了。我中国有更多这样的武器，对我这些武器还能用吗？结果现在把气出在你身上，全部给我查，是完蛋了。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刚才不是说 VT4坦克吗 ？VT4坦克不是发生膛炸那个坦克？这个坦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20年到这个2011年所制的，由中国北方工业集团专门这个出口的这个第3代的这个主战坦克。对，所以你看坦克的这个炮管膛炸，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什么贪污腐败的事情？所以才说。这一场这个泰国跟柬埔寨之间的战争呢，告诉你一件事：中国的武器呢未必是像他们宣称的那么厉害，而且卖出去的武器里面存在非常多贪污腐败，甚至偷工减料的事情发生。宇轩，这次真的是全球都看到柬埔寨这一次的军方也太落差。你现在
你只能退，你剩下那一些军队的这些东西，这些军武东西也没有人要。结果我竟然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柬埔寨现在他们开大绝了，他们竟然在干嘛？来，我们看到这个看到这个新画面，他们在做法，能够泰国人就会怕了吗？柬埔寨要用魔法打败科技啊！科技的终点就是魔法。为什么？就最近呢，他们的法师开始亏短啊，亏短就把这个泰国总理的相片直接放在上面。对，那个法师上面还有剑啊，这你看得懂哈？千金兔子刺，千金兔子刺他拿那个刀柄去打啊，反正呢就是各式各样的。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惨到这个地步吗？因为柬埔寨的军备真的有够烂。来，首先第一个画面，你看啊，这是柬埔寨的阿兵哥戴着一个毛帽，连钢盔都没有哈。那为什么呢？他拿着这个糊糊的手机镜头，你看后面有一个人呢拿着 RPG， 对，这真的是 RPG 哦，就我们俗称的 RPG2 火箭炮的弹照，你知道他对着高空射哈，这个通常叫做反装甲武器。也是拿来打甲车、拿来打坦克的。你知道他是要打什么吗？他打什么？他打 F16啊！他要打 F16，他打战车去打 F16。对啊，看到 F16 这样过去之后，然后他就我要打 F16啊，然后他就对着空这样打。那另外这个人哦，他凸显出网络游戏的一个困境。比如说网络游戏，你只有5万块的时候，你得要做一个选择，我到底要先买武器、先买头盔，还是先买装甲？所以呢，他选择了买头盔，所以他头盔很新，但是他的步枪有够烂。然后你看他的脚，你看他的脚，没有穿鞋的，这他妈连装备都凑不齐嘛，就很可怜，真的很可怜。这刚才是那个开坛做法，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最惨是什么吗？最不值钱是他们的命。如果说他们阵亡了，他会送第一个2袋米，再来呢1箱泡面。我看到这边我心已经开始酸了。最后面呢10罐鱼露就导游了。是你说真的假的？一个人死亡，给你2袋米、1箱泡面、10瓶鱼露，对，这是人命的赔偿吗？对，然后所以他们就讲人不如猪啊，因为你中国人还觉得自己做牛做马很可怜，人家连猪都不如，因为1头猪的价值都超过这个士兵死亡的价值，你如果换算成市价的话，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宁愿去给他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没有看到一个个灵堂遗像都摆在那边？所以第一线的士兵很惨哎。对啊，就比猪还没有价值啊。但是我跟你讲哦，泰国就不是这样子哈，你柬埔寨在那边搞东搞西的。泰国他们标的很清楚，各位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泰国跟柬埔寨开战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泰国都没有在打军队？因为刚刚那个军队你看了也知道，他根本不用打嘛。刚刚世聪可以帮我们介绍那个烂成那样子，你打不打都无所谓，反而一直在炸一个叫做诈骗园区。对，你像最近呢，他们最新呢锁定的又是这种境外资金的。来，各位再强调一次，境外资金的诈骗园区，最近他们移民的这个总局发说有一个叫做菩萨省有一个中资企业被炸，那你看。他就把这个中资企业炸得乱七八糟，记者还去现场连线。那我就请问一下，不是你打架，你干嘛要去炸中资企业？因为他们很清楚，打蛇打七寸。对，真正的目标是经济嘛，是你背后的中国嘛。来，而且呢，这根本不是中资企业，后来被人家发现说是臭名昭彰的电诈园区。那我问你，炸电诈园区背后的老板是谁？当然是中国人啊！他这个诈骗园区是4合院就他那个格局，一看就知道是跟中国是有高度相关联的。甚至你看最近他 F16轰炸。柬埔寨富商李永发，这个李永发之前为什么被人家我们讲定罪？很简单啊，也是搞诈骗的啊，在多棉吉奥省的酒店也一样炸你诈骗，他去轰了富商的店，对啊，直接杀的。那你看木牌诈骗园区突然间燃烧起火，木牌是什么呢？就我们之前讲过江湖最后一个大嫂那个就是在木牌这边也炸起来。那都包括 KK 园区，你看炸出来之后，每个在街上跑的，这是蹭恰卡，因为我跟你讲，你要仔细看他们的性别。像这种 KK 园区诈骗园区里面你看基本上全部都是男性，都是那种中壮年男性，而且超过1半以上都是中国人，所以代表一件事情嘛，你今天泰国来打不是为了要打柬埔寨嘛，是为了要打谁？当然是为了要打中国啊！而且他们是从早上、中午，我们看到连晚上甚至凌晨，泰国是24小时在轰的。对啊，然后后来就你看我给你一个资讯，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要24小时不断的去炸这些诈骗园区。他说园区的背后呢，来不多啦。49.8%，柬埔寨所吸引69亿的美金外资都来自于中国。那你想想看，偷了吧？这50%就大概49.8%就50了嘛。投资的项目都是什么？都是诈骗园区。所以今天我认为啦，泰国不是为了要打击柬埔寨啦，他是在替美国再去清扫中国的诈骗园区嘛。所以你看之前洪森的时候出来讲话很强硬怼谁？
我给各位一个时间序，5月的时候踩到地雷嘛，那6月的时候呢，洪森哦，我们讲 keep 一平跑出来骂人，他就讲说你泰国给我注意啦，你再继续这样搞我打我，我到时候把我们之间的秘密呢全部都讲出来。照了6月的时候那个总理是谁？女总理不是贝东塔吗？对，就8月的时候谁下台？贝东塔就下台，对，马上换现在新的这个总理，对不对？所以代表说他们之间表面上你以为说他是在威胁谁？威胁贝东塔，但很奇怪啊，现在贝东塔下来，为什么这个影片最近一直在播？最近为什么一直在播？为什么一直在播？他跟你讲一件事情，他在跟中国喊话嘛。柬埔寨利用这个旧影片在跟中国讲说，你要赶快来管管，你再不管管，我们的秘密就要被康啦。来，秘密是什么？就这个生命科学园区。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讲到城市的时候，柬埔寨啊就有这个所谓生命科学园区。但呢，怪是怪在哪里？我们刚才讲外资投资，对不对？来，中南大学、湘雅健康管理中心、湖南师范、南华大学，这一堆都是国立的哦，都是很有名的哦，榜上有名的学校，华中科大，来不用看了啦，清一整排下来，超过90%全部都是中国的医学院，都是中国的医院。对，那我就请问一下，他们想干嘛？难不成去关心柬埔寨人的身体健康，希望你早上吃早餐呢，晚上不要吃宵夜吗？当然不是啊，所以它里面直接踢爆电诈是其次，器官买卖才是主要收入嘛。所以各位你有没有看懂？为什么现在一直放当时威胁贝东塔影片？他不是跟泰国讲说我要讲你的秘密嘛？他是跟中国讲说，你如果再不来救我，园区都被炸光，我要把你生命科学的园区的秘密讲出来。哎，各位，你看这张图哈，柬埔寨生命科学院，我看到的时候我鸡皮疙瘩。为什么？人体器官衰老退化时间表，我跟各位保证哦，你在全世界各大医院，你绝对看不到这张表，因为怎么会有人去关心说器官什么时候会坏掉，不能用来？大脑20岁开始老化，味觉60岁，肺20岁就开始老化，肝脏这个最好，撑蛮久的，到70岁，皮肤25岁，肠道55岁，骨骼35岁，肾脏50岁。来，照看完这之后，我问你，这是什么表？这诈骗园区器官移植表，对，代表说你今天去 KK 园区当猪仔，他会跟你讲，你别想跑啊！对他们来讲，器官移植才是重中之重嘛。所以当他发出这个恐吓警告之后呢，泰国没有怕，反而是谁怕了？中国的公安部部长副部长竟然跑来了，我都觉得奇怪。来，12月15号在泰国在酒店里面，中国的公安部部长呢跑去找他叫刘宗义，跑去找泰国的代表，然后开始讨论说我们的电诈啊，我们相关的这个科技犯罪啊，我们相关的诈骗啊，怎么样防范，怎么样打击？各位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的急促？对啊，你很积极耶。刘宗义呢，除了跑到各地之外，他还要跑到去泰缅边境那边去看谁？他说去看 KK 园区里面一个罪犯。哇塞！所以你看到一个罪犯真的他都没有打马赛克。那个照片那 KK 园区穿白色衣服的，白色是骗自己人的嘛他就坐在那边，然后他就开始跟他进行对话，开始跟他进行对谈。我跟你讲，这是在传递什么概念？为什么中国公安部要就是这个人？对啊，那个就是他那穿黑衣的那骗国外的在骗国外，黑衣是骗国外。他为什么要去见他？他在传递一个概念嘛，他在跟泰国人讲嘛，这边我造的啦，好了啦，不要再打了，赔钱的是我嘛。所以明明泰检作战，反而是中方急着要去跟泰国瞧，而瞧的事情又是诈骗园区，说希望赶快呢有限度的一切能够停火。这是谁？中国驻柬埔寨大使，代表一个概念，对整个泰检作战来讲，真正伤到的人不是柬埔寨，而是中国本身。而真正呢想要动这个刀的人，也不是泰国，恐怕是你看到的美国。瑞哥，如果今天的状况真的是说后面真的要动到的是美国，今天川普又放了一个东西，他说：“我要签行政命令，我把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代表什么？你今天的所有的单位全部都可以动起来对付毒贩。我就想，哇，如果这样真的搞的话，真的可以这种跨境的远程的打击，真的以后会成真吗？”那川普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那么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他在当第一任总统的时候，2016、17年的时候，其实就一天到晚在讲这个芬太尼造成美国人多少人死亡嘛。对。那他应该同时打击古柯碱啊，因为古柯碱才是造成美国最严重的一个毒品的问题嘛。那他为什么特别锁定了芬太尼？而且呢，就在锁定芬太尼的同时美军已经取得了在委内瑞拉附近2个相关的国家他们的机场军机使用权，这已经在委内瑞拉外面嘞。
家门口了，这是什么？千里达及托巴哥，他已经取得了这个军机可以降落。那我问你嘛，你如果要打击芬太尼，不对呀、啊？为什么？你打击芬太尼，那你应该你的这个相关第7舰队的这个3、4个这个航母舰队，全部都兵临城下，来到中国这个地方说，如果你中国再把这个芬太尼运到哪里去，我就把它给这个集成啊，干嘛？不是应该这样做吗？那为什么到委内瑞拉去呢？告诉各位啦，表示川普要动兵了，他真的要出兵了。为什么呢？他对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呢，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对，因为他到目前为止呢，他已经集成了20几艘的以运送毒品为由集成了20几艘嘛，死亡人数已经快要超过上百人以上了嘛。可问题来了。那么马杜罗显然没有要流亡啊！谈判破裂，我问你，我要是川普的话，我会怎么做？我就给你颜色看嘛！所以他把 F-35的逆中战机都去了，然后战舰都去了，现在连其他国家的机场全部军机也已经取得所有权。今天直接跟你讲，我要把芬太尼列为毁灭性，你知道毁灭性武器多可怕？它就不是毒品啦，它比照化学武器办理呀。而是他现在签署这个法案了以后呢，立刻，而且他协调了，那么包括司法部、财政部跟战争部，战争部就是国防部，对，所以他打算就直接利用情报部门、利用国防部门、利用司法跟财政部门，一举直接歼灭你委内瑞拉的嘛。这很可怕。你要记得哦，当年海山对不对哦？那么为了这个美国小布希他说啊，海山囤积了大量毁灭性的这个武器，那个化武啊。美军出动几十万大军之外，连坦克车1000多辆都直接从空中用这个反坦克的飞弹把它给打掉啊！整个30万卫队就这样灰灰烟灭。对，整个这个伊拉克号称战力很强的，完全不输伊朗的，就一个国家被灭了。最后重点来了，最后没有找到啊，你知道吗？最后没有找到。那没有找到又怎样？我就把你灭了，不然怎么样？扶植了一个国家，然后扶植了这个伊拉克呢，扶植了亲美的政权，然后伊拉克就变成美国可以掌控的一个傀儡国家嘛。他现在委内瑞拉显然他打算这样做，你要知道哦，委内瑞拉是没有战力跟这个，他不能跟伊拉克相提并论的，而现在兵临城下，美国会不会真的派这个军队去登陆，那是一回事，但是本来针对船只轰炸。他现在就有了理由跟借口，可以直接出动战机兵临飞到委内瑞拉上空，说你这个工厂，说你这个建筑物里面就是芬太尼的分装制造跟相关的贩售基地，把你给炸了。对，我请问你，全世界也好，委内瑞拉也好，又能怎么样呢？玉凤哥，为什么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川普今天一定要把这个行政命令给签下去？现在我们看到一个画面，在纽约。这个是麦克阿瑟公园，很漂亮的地方。就现在，麦克阿瑟公园竟然变成像是这样，跟毒窟一样。对，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到这种美丽的公园，你以前会看到什么？美国梦。美国梦是什么呢？只要你有努力，你就可以在这个美丽的大公园，然后呢可以休息，然后呢可以野餐，然后呢工作休息好之后再去努力工作。现在没有了。现在麦克阿瑟的公园呢，现在来说的话，全部都是毒虫。而这个毒虫，你知道为什么会聚集在这里吗？因为它是有一个诱因的。过去来讲的话，有一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个尤尼斯。尤尼斯呢，他是一个议员，然后呢，他的薪水也不错，一年的年薪是24万美元。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告诉大家说呢，我们是进步派，所以呢，我们不要把有毒瘾的人当成犯人，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他们是病人，所以应该干嘛呢？把钱拿去做很多很多的针筒啊。针筒，不是帮忙他们戒毒，对，就是又拿针筒，要戒毒是后面，可是呢，你要先拒绝他们，你要让他们先没有办法来互相感染，所以呢，你要在公园这些地方提供免费的针筒，然后你就看到没有，大家以前在 camping、在露营的、在野餐的没有，现在都是毒贩，在那个地方进步派就是这个样子，而告诉你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预算哪里来的。原本是奖学金，对，你拿原本要去给学生领的奖学金，然后来用这些东西，都去买针筒，所以全部就变成这样子。然后现在来讲的话，民众已经反感，已经愤怒了，然后要开听证会，叫这个议员来的时候，你知道吗？议员他怎么来？
他只有人形看板来，他不愿意来，所以呢，最后这些民众呢只好帮他做一个人形看板，然后呢告诉他说你错了，你不可以这个样子。而在过去来讲的话，你很难想象公园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来说的话，还有一个叫阿灵顿。阿灵顿有一个那个美国DEA 缉毒局的芬太尼面孔 ，The Faces of 芬太尼。什么意思呢？你吃的芬太尼，它是一个中枢神经的一个麻醉剂，会伤害到你。然后呢，你看这个照片，你不觉得这过去来讲，对美国来说的话，这应该是什么？越战的英雄，对，或者是韩战来殉难的这些大兵吗？没有，你就是吃了芬太尼之后呢，你就一条路，你一定就变丧尸。丧尸完之后呢，你没有自理生活的能力，你就会死亡，就变这个样子。7000多人都是因为芬太尼吸食芬太尼全部死掉人。对，然后这个面孔就是让你知道说你最后会发生的事情。然后美国就一直指责谁？中国大陆，你是不是有问题？对。然后呢，其中有一间公司呢，这个芬太尼之王是美国他讲的，他就是你是芬太尼之王，而他们去这个叫人福医药来看的话，他们竟然是用什么力量？用很强大的资本力量。对，你很难想象，在共产国家怎么会有资本力量呢？那就是因为后面有人支持，所以呢，这个制药公司它用的芬太尼可以说是几乎全中国超过一半都是它出来的。然后呢，只要美中一有压力的时候呢，它出事了。为什么呢？原本的股价是非常高的，结果呢，只要美国一按压力的话，马上就会出台政策，可以卖多久？1天，有停跟没停一样。美国人就被骗了，他只要看到停牌，他就觉得好，结果没想到他只停牌1天。然后呢，这些状况来说的话，只要一有压力，他就给你停牌，然后呢停牌1天，然后呢把你涨跌幅限缩为5%。对。可是你觉得对他有关系吗？他没有关系的。他虽然有预先爆雷的倾向，可是呢，他的生意还是持续在做，甚至你知道吗？过去来讲的话，他还去骂谁？骂美国。他说：“我们的芬太尼呢，都是很精准的掌控的。我们呢是只流去医院的，我们是作为麻醉药品的，不是你们其他人。”然后呢，王学海其实呢就是他们的老板。他说了一大堆都在去骂美国的。对，他就说中国对芬太尼是严格控管的。对，甚至他们是 No.1 的，世界上管制最严格的。我们最严格的。对，然后呢，不准进口，只准美国本土企业来生产销售。然后你知道吗？流入美国的芬太尼，包括前须、中轻体，然后原物料都是地下工厂加工和走私的，和他的公司人福在内的5家正规厂商一点关系都没有，直接撇干净了。对，但是你信吗？你知道吗？其实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你用国家的力量一直把这些全区药物给送进去，投送进去之后呢，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你很难看到这种美国各大城市的崩溃。对，芬太尼为什么可怕？你这是走私抓下来的，你在身上绑腿、绑手，你的小腹吸一下，你这样子拉下来之后呢，如果你是 cocaine， 你顶多几公斤。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总共有72公斤，然后呢，其中有46公斤是芬太尼的成分。那重点来了，重点是什么？如果你是 cocaine 的话，你就是这个46公斤，但是芬太尼的话，这46.8公斤等于海洛因的1.87吨。哇塞！所以它可以做这么多，所以它的威力跟伤害当然更大。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